臣叩见陛下。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几位亲家，昨夜护驾劳苦，今晨又来觐见，足见钟情。只是陛下病体未安，昨夜又冒烟火，言语不便，还望众亲家体谅。圣驾受惊，许都县令责无旁贷，请陛下降罪。寝殿之事无关人事。满府君就不必自责了。谢陛下。见到陛下圣体并无大碍，臣甚感欣慰。此前，臣请旨为陛下寻访的名医已经请到了，可否传他进来为陛下诊治？有劳国丈，准奏。谢陛下。启奏陛下，昨夜皇宫大火，宫殿尽皆焚毁，不宜居住。臣奏请改造尚书台，暂以尚书台为行在，将服侍陛下的宫人宦官迁入。娘娘，陛下与大臣们正在商讨国事，您还是晚些再来看陛下吧。许都尉让出一半房屋，供尚书台办公。荀令君受委屈了，准奏。臣领旨。陛下虽不以火灾治罪，但此次火灾仍显露出种种疏失。宫中水缸里不蓄防火之水，导致救火不力，火势蔓延。臣请将负责水缸的5名宦官斩首，以儆效尤。那几名宦官虽然有罪，但是罪不至死，杖责便可。此次大火是上天警示，就不要再用峻法了。臣遵旨。陛下宽仁，宦官固然有罪，宫廷宿卫也需整顿。臣请责朝廷重臣2、3人督察宫禁，保卫陛下，方绝后患。陛下，董将军所言极是，只是调动宿卫姿势体大，还需慎重。不如等曹司空回来再行定夺。曹司空1年不归，陛下便1年无得力之人保护。曹司空军务缠身，许都的一切不是皆由荀令君做主吗？何来后顾之忧？那就如董将军所奏，准了。臣领旨。你要对董承说一句话。不要辜负了朕对你的嘱托。董将军，不要辜负了朕对你的嘱托。臣自当粉身以报陛下。董将军平身。谢陛下。
臣另有一事禀奏。昨日，河内名士杨俊应司空府征辟入京，在许都城外7市里一处遭遇盗匪伏击，杨俊重伤，许都尉请旨剿盗。准奏。臣领旨。陛下圣体未安，还需多加静养。臣等先行告退。杨俊伤势如何？杨俊断臂，但已无生命危险，眼下安置在许都驿馆。那就好。陛下，若无其他旨意，臣等告退。臣告退。陛下，臣妾请去送一送父亲。父女天伦，人之常情。去吧。谢陛下。父亲。娘娘，先帝已经不在了，可是没想到这么快。万幸，一切都还在陛下的安排中。他行吗？我会教会他。可是你和他毕竟身份有别，却以夫妻相称，难道今后真的就……我自有分寸。陛下，大臣们隔得远，容易隐瞒。董妃是与先帝同床共枕之人，她为人单纯，一句话就能彻底毁掉计划。陛下务必格外小心。董妃有孕在身，先帝对她格外温柔。陛下，陛下不妨也多加体贴。哎，陛下，你的脸色怎么？哦，陛下，董妹妹，给陛下斟杯温水。是。陛下连日风寒，妹妹有孕在身，千万要小心。你照顾陛下，让陛下又是感染风寒，又是寝宫起大火，可不要怪到我的头上。妹妹误会了，陛下的龙体和妹妹的身子才是眼下最重要的大事。什么是最重要的大事啊？让陛下的寝宫失火，把我赶出宫外，让我见不到陛下吗？我看你就是和曹操一样，嫌陛下活得太久了。少君，你就不要和皇后怄气了。现在宫中动荡，你在家中安心养胎才好。快随你父亲回去吧，等朕好些你再来。陛下，他前2天动了，来，你摸摸看。朕真的手凉。没事儿，你摸一下，你摸呀，陛下。哎，动了，它动了，陛下，你能感觉得到吗？感觉到了，它真的动了。陛下，这是你的龙子，我们的孩子。少君，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保护好这个孩子。
爹爹，哎，你觉不觉得陛下怪怪的呀？怎么？陛下抱恙又受了惊，身体是有些虚弱。不是虚弱，那我也说不明白，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嗯，你说他现在这么听福寿的话，会不会是那个妖女给他施了什么蛊啊？哎，不要胡思乱想，陛下的心中无比明白啊。大人，今天是老夫的生日，将军晚间有空，请过府一饮。多谢国丈盛情。国丈寿诞，属下必到。爹爹，你的生日不是8月吗？哎，为什么要询问杨俊？我只是很担心我爹，我只是很担心他的伤势。我装作关心大臣，随口问一下，他们应该不会在意吧？还没有领教满宠的厉害。那5个小宦官呢？为什么要救他们？因为他们无辜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用来跟先帝相比，都会让我们满盘皆输。可是我真不希望再牺牲无辜了。无辜？陛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杨太尉3族有多少人？我服氏3族有多少人？我知道错了，下次我注意就是了。拿出点气势来，你是皇帝。没觉得陛下和董国丈今日都有些不同吗？能够找到机会在言语上打击你一次，董国丈自然是有些兴奋的。而陛下居然会严令有过之人，你是觉得那5个人身上会有什么线索？我们都了解陛下的为人，如果那5个宦官真知道些什么，陛下正好借我的手除掉他们，让活人进许都尉。陛下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。他最近的行事风格越发让人琢磨不透了。还有那个杨俊，陛下似乎对他格外关心啊。杨俊毕竟是当世大儒，陛下可能是听过他的名字吧？不，那种关心绝非寻常一问。你是说，杨俊遇劫也和许都有关？杨俊的儿子死了，死得面目全非，惨不忍睹。1日之内，许都出现了2具难辨面目的尸体。令君可曾想过，那个被杀死留在大火中的人会来自何处？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但在有确凿证据之前，我们做臣子的，有些话不能说啊。这场大火似乎真应验了郭祭酒临走前说过的话。郭家说了些什么？祭酒说，许都需要一场大乱。
义和还真卷入了汉室。什么人？你是何人？杨平的兄长。没听说过。你们为什么要让他换衣服？是方便带他去什么地方吧？我猜是着火的皇宫。皇宫为什么会着火？这样你们就可以用一具烧焦的尸体来替换他，就像是用一具被踩得稀烂的尸体调包他一样。你们杀了2个人，砍了杨世书的手臂。就为了把他送进宫？难道你们的天子真的无人可用，非要用他这么个无用的书生？杨平会知道此事无人，他怎么会知道？看来我猜的没错。对不起，我来这个地方还有几个向导，如果我死了，整个许都马上就会知道。冷寿光，娘娘，杨太尉见你入宫，也有2年了。是。这些年你一直安分守己，昨日大火，本宫看你处事甚是聪明。奴婢侍奉娘娘，心中就只有娘娘。娘娘但有吩咐，奴婢粉身碎骨也不敢有分毫差池。你去帮我做一件事。是。去探问一下，那个救驾的小黄门安葬了没有？奴婢遵命。满宠是个多疑的人。奴婢明白，奴婢就说是自己的朋友，私下打听，不会惊动满府君。你很聪明。为娘娘分忧，是奴婢分内的事。但是娘娘，怎么？也请珍重玉体。陛下的药给本宫就行了。是。做得不错，继续。这药需要喝吗？不必，我会处理。处理？后来，我给陛下喂药，他已经喝不下去了。我就在他旁边，看着药从陛下的嘴角流下去。陛下平日里端方严正，是最爱干净的。你每日陪着他，看着皇兄慢慢，这个过程是不是很难熬？这儿的地板倒是比宫里的更密实呢。
还是我来喝了吧。皇兄久病服药，他身上肯定有股药味儿，我身上没有的话，他们会怀疑吧。好苦。你一定不常生病吧？是，我虽然喜好医术，但是我身体很好，很少生病。你们虽为孪生，但还真的不一样。在外面自由自在的，身体和精神都会好上许多。你一定也没碰过女人吧？皇后刚才在说什么？昨日让你爱抚董妃，你待她却像个烫手的火炉。怕什么？孤男寡女独处，该害怕的应该是女人吧？你读过孟子吗？当然。那孟子说：“男女居士，人之大伦也。”你以为这男女居士是何意？仲达跟我说过，你不懂，对吗？先帝虽然嫔妃很少，但也并非全然不近女色。陛下跟董妃便是男女居士。你这个样子，太容易招人怀疑。过来，我教你。过来。坐下。先帝虽生性冷峻，但自董妹妹怀孕以后，倒是显露出少有的温柔，时常就是这样搂着董妹妹，抚摸他们的孩子。董妹妹说，她靠着陛下，就觉得他是这天底下最温柔、最有力的男人。但陛下这样，董妹妹大概会认为自己靠的是根石柱子吧。陛下要懂得，在你怀里的不是陌生女子，而是你的妻子。妻子。是啊。看，也没有那么难嘛。
的妹妹是不是非常惹人爱怜？是。你是不是很想亲近她？皇后教丈夫如何爱抚其他的女人，不愧是书艺端方。关于后宫，不过是肩负汉室复兴之业，不敢有旁骛罢了。你学得很快，趁这2日养病，好好学习一下如何理政吧。这是陛下给我的衣带诏，我等一枪赤诚，奉诏讨贼。现在这时机终于到了，诸位将军请起。这一场大火，就是陛下送给我们的最好时机。将军的意思是，这场大火就是第2道密旨。昨日皇后将我调出宫去，我就知道陛下会有所动作，没想到动作竟然这么大。曹贼在许都经营多年，陛下完全被置于其掌控之下，等闲难以撼动。现在因为这场大火，这铁桶被硬生生地剖开了一条缝，我们才有了腾挪的机会。今日陛下下诏，由我来推举整顿宿卫的人选，我们的势力终于可以插入到宫廷的宿卫之中。而陛下也因为这场大火，巧妙地脱离了曹操的掌控。王将军，你手下可以集结多少人？这，快说呀！只有500，这曹仁手中可是有5000兵马。呵呵，我们的人手薄弱，曹贼也不好过。他们在官渡，本来就已是形势危急。许都一旦丢失，曹操失去了陛下，刘备和孙策都会起兵，曹贼就是4面楚歌了。刘备，此人信得过吗？嗨，我们不需要相信他，只需要利用他。天下之大，忠臣何惜？其他的人，只不过是陛下手中的棋子。几位在这里密谋给曹司空下一个大套，这等好事怎么不等我啊？且慢，自己人。杨公子，王氏快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位就是杨太尉的儿子，杨修，杨德祖，是来替我布局之人。德祖，你进门也不通报一声，若不是王将军谨慎，岂不是伤了自己人？董将军，你今日刚得罪满宠，就在此公然聚会，你们可知道许都尉派了多少人在东府外？我们朋友聚会，他们有证据，能奈我何呀？我要是满宠的话，我就在门口埋伏下杀手，然后等着你们一个个走出去。然后，反正许都很乱嘛，先让你们看一看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吧。我已经替你们解决了第1波探子，在这里。要是第2波再来的话，就恕我懒得管了。告辞，为国保重啊！不，哼。啊，父亲，东城如何呀？父亲放心，一切皆在儿子的掌控之中。东城一旦行动，你便无法再隐身幕后了。如今千帆竞渡，容不得儿子独善其身。
国家虽不在许都，但是满宠是他的眼睛。想要骗过郭家，太难了。哎，你这样做就能取信郭家吗？父亲，这些人从来没有过信任，不过是天时地利下的互相利用而已。我总是觉得这一招太过行险。父亲，不行险，如何火中取栗，让一个冒牌货登上皇位？又到了晚上，这该怎么熬过去啊？陛下，奴婢奉药。进来吧。陛下，请用药。我来服侍陛下用药。是。娘娘让奴婢打听的事，倒是有了些消息。说。那个小宦官还在许都尉，满府军似乎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。如何怀疑法？奴婢从许都尉的仵作处听得，满府军怀疑那个人并非宦官。知道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皇兄的尸体都已经被烧焦了，他们还能查出什么来？明早，我会给荀彧下诏，金表小黄门，将他的尸体尽快入葬。那是先帝，是你的丈夫。难道你真的打算以一个小黄门的身份，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吗？我只是遵奉先帝的安排。先帝为了汉室，早已超越了尊卑荣辱。他的牺牲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我懂。你若是真懂，就专心扮演好你的角色，别的事情你不用管。我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想问，对董承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会突然激动起来？一个先帝的咒语，可以颠倒许都天地的咒语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们真的把曹操的人当土鸡瓦狗一般，这么拙劣的冒险，也敢拉上我兄弟？你们到底让他做什么？我知道真相，才能够救他。这与你无关，他也不用你救。许都将有一场大乱，所以天子才会出此下策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看来你说了不算。我要见你们的幕后主使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会让你活着？很简单，因为你们惹不起我。我的家奴知道我来这里，我的眼线也知道我来这里。况且这一路上，我唯恐别人不知道的到处打听这里。如果我死了，全许都的人都会知道，而杨平和司马家
就都会与你们为敌。你们赌得起吗？想必到时候你们的天子也压不住吧。你应该感到庆幸，在保护阳平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算是盟友，而不是敌人。所以你们的幕后主使人，到底是德高望重、四世三公的杨太尉，还是放火的天子？你们让我做皇帝，又不肯把实情告诉我。你们不相信我，那你又是否相信先帝？做好你该做的事，其他的事，先帝生前都已替你安排好了。先帝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吗？如果被送进宫的我与他的相貌差别太大，你们又该如何应对？送你出去，向天下发布讨贼诏书，就说是曹贼害死的陛下，而皇后殉陛下。一对殉国的帝后，更容易挑起天下人的舆论和情绪。这也是先帝安排好的吗？是。那你能跟我说说先帝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我想知道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你们大婚那天是什么样的？我想知道。大婚？那年，我和他都只有14岁。那天夜里，我在青楼等了他很久。他进来以后，并没有与我对饮喝金酒，而是将酒泼在了地上。先帝指着窗外问我：“如今董卓专权，残害大臣，汉室如今风雨飘摇，如水泻地，我为何还要跳入火坑？”你们大婚那天，他也是这个样子？他问我，他说他不需要一个贤良淑德的妻子，只需要一个能够与他力挽狂澜的忠臣。问我可以吗？你肯定会说可以。你和皇兄的性子可真是像。我咬了他一口，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先帝的手被我咬出了血，他把血滴进合卺酒中，与我对饮。歃天子之血，启九州之时，这就是我们新婚的第一夜。14岁的誓言，延续至今。先帝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我们所走的路，都是他指引的。我也算与他殊途同归吧。只是不知道，你要到几时才能学得有3分像他？我错了。
陛下，老奴张宇求见。进来吧。老奴张宇拜见陛下，拜见皇后。张总管，陛下未曾传召，这么晚来，你有何事上奏？老奴有一事不明，请陛下皇后赐教。讲。陛下何在？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夜华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了。